1975年的夏天，病重的周总理将一封特殊的来信转交到了毛主席的手中。写下这封信的人是贺杰生，正是贺龙元帅的女儿。在信中，贺杰生提出了一个恳求，恳请寻找贺龙元帅的遗骸，补行葬仪。毛主席拿着这封信看了又看，竟落下泪来。在信纸上，毛主席针对贺杰生的请求郑重地写下了同意二字。贺龙元帅最后的那段日子过得非常艰难。从1967年开始，无数的脏水泼向了贺龙，一些别有用心的小人甚至叫嚣着要对贺龙进行立案侦查，俨然要将贺龙从英雄打成罪人。当时的贺龙身体本就非常不好，又遭遇如此打击，其精神上、身体上所承受的痛苦可想而知。一批又一批调查组造访贺龙家中，试图想要找到贺龙所谓叛党叛国的证据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对于这荒唐的一切，贺龙非常愤怒。一些人指责贺龙曾经给蒋介石写过投降信，当然后续证明这完全是小人诬陷，是莫须有的罪名。可在当时，这却给贺龙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打击。贺龙得知有人如此污蔑自己，非常愤怒，他毫不避讳地说：栽赃，完全是栽赃。这些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他们根本拿不出证据，如果有什么证据也是假的。贺龙绝不愿意对小人屈服，所以不管外界的压力有多么大，贺龙从未承认这些强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，并且他在愤怒之中冷静下来，写了一份交给中央的材料，陈述了自己自参加革命以来做过的所有事情，以求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这让他的敌人更加恼怒，因为他们发现任何手段都不能够折损贺龙的气节。当然，他们绝不会轻易地放过贺龙。在敌人持续的攻击之下，贺龙不仅名誉上有损，更糟糕的是他的身体状况也不断亮起红灯。贺龙本来就有着严重的糖尿病，自从他受到审查之后，生活状态不稳定，所以病情日益严重，水米不进，又出现了严重的营养不良，时常头晕、心慌，甚至几次昏厥。到了1968年3月，贺龙不得不住进医院，准备接受长期的治疗。但这时还有人在叫嚣，说贺龙这不过是装病，想要博取同情，同时还千方百计地阻挠贺龙看病。贺龙即便躺在病房里也不得清静。贺龙怒气攻心，在医院里没住多少日子就离开了。所幸在这期间，还有周总理一直看顾着贺龙和他的家人。1967年，在外界风波甚嚣尘上的时候，周总理便把贺龙一家人接到了西花厅，想让他们暂时避一避风头。可没想到这件事情很快传了进去，有些人整日叫嚷不休。周总理没办法，只好又在京郊重新找了一个偏僻清静的地方，让贺龙一家住进去。当时周总理也看出来贺龙的身体状况很不好了，所以在分别的时候，周总理拉着贺龙的手，不断叮嘱他要放平心情，好好养病。只可惜天不遂人愿。1969年6月8日，贺龙起床之后便精神沉郁，还呕吐不止，浑身颤抖。贺龙的妻子薛明发现异常之后，赶紧叫来了医生和护士，把贺龙送到了医院救治。看到丈夫被抬上救护车，薛明紧张的心情才有所缓解。可薛明万万没想到，这竟然是她和丈夫最后一面。6月9日，薛明接到了消息，贺龙已经与世长辞，医院让贺龙家人去病房做最后的道别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薛明犹如晴天霹雳，她很难接受丈夫就这样离开了。随后，薛明带着几个孩子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医院的14病房。他们看到贺龙的遗体就那样草草地被停放着，因为贺龙的身上还背负着无数的罪名，所以他的遗体上没有花圈，没有党旗，旁边也没有人播放哀乐。过去的战友也没能来为贺龙送别，这是因为贺龙去世一事被封锁了起来。哪怕是周总理，也是后来才得知这一惊天消息。薛明和贺杰生都哭得近乎昏厥，而最让他们难受的是，他们不被允许参与遗体的火化仪式。因为很快又来了命令，说贺龙现在身份不清，罪名不定，所以他不能拥有一场公开的葬礼，遗体的火化仪式也要秘密进行。随后，薛明和贺杰生几人又被强行送了回去，而贺龙遗体的去向却成为了一个谜。事实上，就在6月9日的那天晚上，一辆灵车便悄悄地开进了医院。车上坐着的是八宝山的3位工作人员，他们3个是被精挑细选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。在出发之前，相关人员特意交代他们，不该问的别问，不该说的别说，
只要完成遗体火化的任务就好。所以运送贺龙遗体的整个过程非常的安静，几个军人将贺龙的遗体抬上了车，随后又与3个工作人员一同将遗体运往了八宝山的火化车间。火化车间几个负责火化的同志根本不知道被抬进来的遗体是谁，见众人都默不作声，他们也完全没敢多问，便仓促地进行了火化仪式。当时已经是半夜12点了，一夜过去，火化仪式结束，骨灰便被专人收走，从那之后就不知道流落何方。这也成为了贺杰生心中一个迈不过去的坎。他的父亲含冤而死，甚至连一场体面的葬礼都没有，无论如何至少应当找到贺龙的骨灰。可是自从贺龙去世之后，贺杰生一直没有听说关于骨灰的下落，凭借一个人的力量很难去做调查，所以贺杰生把希望寄托在了毛主席的身上。他知道毛主席其实一直都非常关心贺龙当年的旧案，所以1975年4月，贺杰生先写了一封信到中央，希望能够重新查清楚当年的事情，还给贺龙一个清白，重新给贺龙举办葬礼。但是这封信没有交到毛主席手中，而是被拦了下来。同时贺杰生还接到了另一份通知，那就是针对贺龙后事的处理原则，秘密举行，即不献花圈，不致悼词，不公开报道，不进行宣传，不组织治丧委员会。贺杰生对于这个结果很不甘心，他又写下了第2封信。可是他又担心这封信像上一封信一样被拦下来，所以贺杰生直接把信交给了周总理，请周总理代为转交。当时周总理已经病得很重了，在医院里持续的接受治疗，处理日常工作都十分力不从心。但是周总理看到信之后，第一时间让人给贺杰生捎去了回复，让他务必放心，一定会帮他办好这件事情。随后周总理自己写了一封信，附在贺杰生所写的信背后，把这2封信一并交给了毛主席，请毛主席为贺龙，为他的一家人主持公道。毛主席已经猜到当年贺龙的事情有许多没有查清的部分，而看到贺杰生所写的信，毛主席更是得知，原来当年贺龙受到了如此多的不公正对待，甚至连骨灰都失踪了。对于贺龙这样一位伟大的开国将帅，如此的深厚待遇显然是极不公正的。所以毛主席既惊又怒，很快要求中央严肃地对待贺龙的身后事。于是不久之后，中央下了一份新的批示，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将于1975年6月9日贺龙同志逝世6周年纪念日举行，届时将邀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、中央国家机关、北京各单位领导同志及贺龙同志的亲属、部队群众代表约800人参加。看到这份批示，贺杰生终于吃下了一个定心丸。然而还有一件最大的事情没有解决，找不到骨灰，要如何操办后事呢？幸好毛主席和周总理也都记挂着这件事情。不久之后，他们便安排专案组在全国各地寻找贺龙骨灰的下落。可对专案组来说，这件事情很是棘手，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线索，就连贺龙的家人也只知道骨灰是从301医院被带走的，但具体谁带走的，被带到了哪里，他们却一无所知。专案组只能先从最有可能的八宝山公墓查询，因为他们从医院的资料里发现，当年骨灰极有可能被人带到了八宝山进行火化。如此说来，骨灰也很有可能在火化后直接被存放在八宝山某处。然而当他们去往八宝山办事处询问的时候，工作人员却一脸茫然，因为他们从来都不知道贺龙的骨灰还到过八宝山。而且工作人员与调查组用了2个小时翻遍了1969年以来的所有登记资料，都没有找到贺龙的名字。这个结果让调查组内心非常失望，难道说贺龙的骨灰不在八宝山？可这样一来，调查范围就更大了，全国任何一个骨灰堂都有可能是贺龙骨灰的存放地，究竟该到哪里去找？幸好这个时候空军方面也提供了帮助。原来当年负责护送骨灰的几个军人之中，有几个是空军方面的同志，有一位姓周的战士对空军方面反馈了一些信息。原来当年他们负责运送贺龙骨灰的时候，上级要求他们一切保密，而且没有留下任何的文字资料。幸好他还记得当时把贺龙骨灰移交的时候，登记册上用的是一个化名，叫做王玉。这个新的消息一下子让调查组看到了希望，他们很快顺着王玉这个名字追查下去。不久之后，他们在当年有关贺龙案件的档案之中发现了这个名字。资料记载，王玉去世时间1969年6月9日，骨灰现存于八宝山老山骨灰堂，
编号0034，终于有了明确的方向。于是1975年6月3日，调查组前往了八宝山老山骨灰堂。经过一番查找，他们在骨灰室的最后一排最下面一层格子里发现一个蒙着黑布、资料不全的骨灰盒。工作人员对这个骨灰盒印象还很深刻，因为当年这个骨灰盒是由2位解放军送来的，能被军人专职护送，可见这骨灰应该属于一个不简单的人。然而那2名军人只是把骨灰盒匆忙放下，什么也没有交代就走了，甚至连个花圈都没有留下，这让工作人员满心疑惑。这些年来，他们对于骨灰盒中究竟装着谁的骨灰也做过很多猜测，可始终没有找到真相。直到现在，他们才明白，原来这骨灰是贺龙元帅。6月4日，在贺龙家人的见证之下，北京方面重新做了骨灰盒的移交手续，将贺龙元帅的骨灰盒郑重安置。6月9日，中央重新为贺龙举办了追悼会，贺杰生见证了追悼会的全程。6年前，他经历了父亲去世，经历了黑白颠倒，如今一切又回到了正轨。骨灰的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亲自主持，而周总理不顾病重，赶到了追悼会的现场，亲自为自己的老战友致上了悼词。在几项仪式完成之后，邓公让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向贺龙的骨灰盒3鞠躬。可是人们却注意到，周总理泪流满面地朝着贺龙的骨灰盒整整鞠了7个躬。贺龙离开6年了，但是人们从来没有忘记他，作为战友和知己，周总理当然更不会忘记。当初贺龙去世的时候，周总理没能第一时间得知消息，也没能够和贺龙郑重地道一次别，所以他的心中是充满遗憾的。而6年之后，贺龙终于沉冤昭雪，恢复名誉。只可惜贺龙本人已经去世了，很多遗憾再也没有弥补的机会，所以周总理只能用这7个躬作为最后的送别。英雄远去，所幸人们永远记得他的功绩，哪怕他已经不在，也有许多人愿意为他奔走。迟到6年的追悼会背后是无数人对他的追忆。